今天要来聊一个超夯的话题，全球最多人旅游的国家，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排行榜哦，保证你听完不止长知识，甚至可能直接打开手机订机票。这些排名是根据 Statista 10年平均国际游客人数统计出来的，数据很硬，但我的嘴很软。哎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赶快在旁边准备好零食跟茶水。准备好了吗？记得订阅。那就系好安全带，咱们要出发了。第10名，泰国。这个国家一年大概有3900多万游客挤进去玩，真的很夸张，对不对？泰国大家一听就想到曼谷的大皇宫、巴达雅的海滩，还有那满街的泰式按摩店跟夜市小吃。我跟你讲，泰国真的是那种穷游也能玩到爽，豪游也能花到破产的地方。你去泰国一定会干嘛？就是吃啊！泰国的绿咖喱、冬阴功汤、芒果糯米饭，那个辣度跟酸度，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会直接喷火，辣到你怀疑人生。我到底是来旅游还是来受罪？但吃完又默默再点一碗，因为真的太香了。假如你去泰国玩，吃到最后一天，直接跟摊贩说：“老板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锅带走？”结果老板可能笑笑说：“可以啊，900块泰铢。”这家伙还真的考虑了一下。还有泰国的夜市超热闹，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从烤鱿鱼到假包包都有。我上次去买了个 GUCCI 皮夹，才200泰铢，回来发现拉链坏掉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张纸条写 Made in Thailand， 直接笑喷。但泰国就是有这种魅力了，便宜又好玩，连假货都让你觉得值得啦。泰国人也很会做生意，游客多到不行，连大象都被拉出来接客。不是那种接客了，是骑大象的那种。不过现在环保意识起来，很多地方改成喂大象跟大象洗澡，游客还是玩得不亦乐乎。3900多万游客挤进去，你说厉不厉害？第9名，日本。日本这个国家一年有4000多万游客跑去，真的很夸张。日本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干净到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的地方，不管是东京的涩谷十字路口，还是京都的清水寺，都有一种这里怎么这么美的魔力。日本人气旺不是没原因的，春天有樱花，夏天有祭典，秋天有枫叶，冬天有雪景，一年四季都给你理由去玩。很多人都超爱日本，每年都要去赏樱。结果有一次太兴奋，在樱花树下跳来跳去拍照，结果被路人白眼：“你这样樱花会掉光啦！”他只好摸摸鼻子说：“好啦，我下次轻一点。”结果第2年又去还是跳，真的没救。日本的食物也是大亮点，生鱼片、拉面、天妇罗，吃到你觉得天啊，这辈子没白活。不过日本人吃饭超安静的，跟台湾夜市那种吆喝声比起来，真的差很大。想想看，你在东京吃寿司，旁边一个日本大叔吃的超优雅，你可能忍不住多看2眼，结果他还对你点头微笑，可能会害你差点噎到，超尴尬。还有日本的厕所，真的要讲一下，那个智能马桶盖、冲水还有音乐，坐下去感觉自己是皇帝。想想看，你第一次用按错按钮，结果水喷到天花板，整个人超傻眼，出来跟你朋友说说，我刚刚在厕所里经历了一场冒险。4000多万游客挤去日本，不是没道理的啦。第8名，中国。这个国家一年有4200万游客跑去，人数多到连长城都得加宽。中国就是那种随便一站都有1000年历史的地方，从北京的紫禁城到上海的东方明珠塔，景点多的像超市大特卖，游客挤进去根本逛不完。长城站在那儿像个硬汉摆 pose， 台阶陡的像在考验人类耐力，爬到一半的游客腿抖得像跳舞，气喘的能吹跑旁边的云。到了顶上，风一吹，汗水瞬间变冰水，成就感却爆棚，忍不住想吼一声：“老子是好汉！”结果嗓子哑掉，只能默默下山找水喝。紫禁城则是另一招，红墙黄瓦美得像电影布景，游客挤得像抢限量款，故宫的龙椅估计都想抗议：“喂，我只是装饰，别老盯着我看。”吃的方面，火锅辣的像火山爆发，麻辣汤底冒泡泡，
涮下去的牛肉1秒变红脸，游客吃到满头汗还停不下来，筷子忙得像在打仗。重庆的辣面更狠，辣椒油多到碗都想逃跑，吃完的人舌头麻得像按了暂停键，走路还得扶墙，不然直接变辣椒人。高铁倒是救星，嗖一下从北京到广州，速度快到连风景都来不及说再见。4200万游客挤进去，中国这个第8名，用历史跟辣味把人牢牢抓住。第7名，意大利。第7名是意大利，这个国家一年有4300万游客跑去，挤得连罗马斗兽场都快爆满。意大利就是那种随便转个弯都像拍广告的地方，从威尼斯的水道到佛罗伦萨的教堂，美得让人怀疑自己眼睛是不是装了滤镜。罗马斗兽场站在那儿像个历经沧桑的大叔，游客挤进去拍照，拍到手抽筋，石头都被摸得发亮。斗兽场估计心里嘀咕，我当年可是斗狮子的，现在只能斗人潮。比萨斜塔更绝，歪得像喝醉酒，游客排队摆姿势假装扶他，塔自己都懒得理这些戏精，默默斜在那儿看笑话。威尼斯的水城则是浪漫代表，贡多拉船划的水花四溅，船夫唱歌唱到嗓子冒烟，游客却忙着自拍，差点把船搞翻。吃的方面，披萨薄的像纸却香得要命，咬下去满嘴奶酪拉丝，拉到可以跳绳，吃完一盘肚子鼓得像气球，还得硬撑着喊再来一块。意面也是狠角色，酱汁浓得像粘胶，拌一拌就缠住叉子，吃到最后脸跟衣服都中招，活像刚打完食物大战。提拉米苏甜得像爱情，吃一口幸福感爆棚，吃多了却甜到牙齿想罢工。第6名，英国。英国这个国家一年有4900万游客跑去，人数多到连伦敦眼都得加班转圈。英国就是那种天气跟心情一样阴晴不定的地方，雨伞是标配，太阳出来却像限时特惠，游客得抓紧时间晒，不然下一秒就变落汤鸡。伦敦的大本钟站在那儿，像个严肃的钟表匠，敲响时声音震得耳朵嗡嗡响，游客挤在旁边拍到手机发烫，大本钟估计想叹气，我只是报时，别老把我当背景板。双层巴士红得像移动番茄，挤满人时晃得像跳舞，游客坐在上面吹风吹到头发炸毛，下车时个个变摇滚明星。白金汉宫的卫兵站得像木头，游客凑过去逗他们眨眼，卫兵却硬撑着面无表情，内心估计在喊忍住别笑。吃的方面，下午茶优雅的像贵族派对，红茶烫的舌头跳舞，小蛋糕甜的像在撒娇，游客喝到最后手抖的拿不住杯子，还得假装镇定说真有气质。炸鱼薯条则是庶民救星，油腻的像在洗鱿鱼，吃完手指油亮的可以当镜子，胃却满足的想打嗝致谢。哈利波特迷挤去国王十字车站找9又3/4月台，挤到墙都想喊我不是真的啦。第5名，德国。这个国家一年有4960万游客跑去，真的很猛哎。德国给人的感觉就是规矩但又很会玩，从慕尼黑的啤酒节到柏林的布兰登堡门，每个地方都让你觉得哇，这国家真的很扎实。德国最出名的当然是啤酒节啦，每年10月，慕尼黑挤满人，一个个端着超大杯啤酒，喝到站都站不稳。你可以在这里豪气地说我要喝10杯，结果2杯下去就趴桌上了，旁边一个德国大叔会拍拍他肩膀说小伙子慢慢来，啤酒不是水。醒来后记得和你的朋友炫耀我至少喝了2升，够屌吧。德国的香肠也很夸张，烤得香喷喷，一口咬下去满嘴油，配上酸菜跟芥末真的绝了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吃太多香肠会腻，我最多可以连吃3天，可能第4天看到香肠就想跑，请别再硬塞给我一根。还有德国的城堡，新天鹅堡美到像童话，去到德国一定要到这里多多拍照 post IG。4960万游客挤去德国，第5名真的名不虚传。第4名，西班牙。西班牙这个国家一年有7200万游客挤进去，热闹的像过年抢红包。
西班牙就是那种热情到会把你烤焦的地方，阳光猛到可以直接把人晒成咸鱼，游客却还是乐呵呵地跑去巴塞罗那、塞维利亚、马德里，个个戴着防晒霜跟墨镜，像是要跟太阳干架。西班牙的斗牛场简直是人挤人的最佳证明。牛儿在场中央跑得气喘吁吁，观众却比牛还兴奋，喊到嗓子都哑了。有人说斗牛残忍，但西班牙人会拍胸脯说，这不是暴力，这是艺术。结果游客照样买票，挤得连牛都想抗议。喂，我下班行不行？还有弗拉明戈舞，舞者脚踩的地板抖三抖，裙子甩得像龙卷风，游客看得眼花缭乱，差点忘了自己是来度假还是来上舞蹈课。说到吃的，海鲜饭一上桌，香气直接把人鼻子绑架，米饭跟海鲜混在一起，热气腾腾，铲下去一口，幸福感直接爆棚。不过那分量大到夸张，吃完一盘，裤子拉链都发出求救信号，得赶紧散步去消化，不然隔天直接变西班牙肉球。巴塞罗那的圣家堂还没盖完就挤满人，游客抬头看那尖塔，脖子酸到像练了1小时仰卧起坐，还得感叹，这建筑也太会拖戏了吧。第3名，美国，一年7000万游客跑去这个超级大国，人数多到连自由女神都得加班挥手。美国就是那种什么都超大的地方，汉堡大到可以当枕头，薯条多到可以铺路，游客一手拿可乐一手拿相机，忙得像在玩杂耍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站在那儿摆 pose 摆到肩膀僵硬，游客却还是觉得她不够大，纷纷吐槽，这不是电影里那种巨无霸女神吗？结果拍照时还是挤得像抢年货，女神估计心里 OS， 拜托，我只是个雕像，别对我期望太高。好莱坞更夸张，星光大道上游客踩来踩去，指望踩出一张电影合约，结果只踩出一身汗跟一堆纪念品，回家才发现买的奥斯卡奖杯是个塑料杯。大峡谷则是天然的放大镜，站在边缘看下去，腿软得像果冻，风吹过来还免费附赠尖叫体验，有人喊一声哇，回音直接绕场3圈，简直是大自然的 KTV。 美国的国家公园多到数不完，黄石公园的间歇泉喷水喷得像在生气，游客却忙着抢最佳角度，差点被烫成温泉蛋。美国用超大分量跟超大风景把人塞得满满当当。第2名，墨西哥，这个国家一年有7008万游客跑去，挤得连仙人掌都得让路。墨西哥就是那种辣到你怀疑人生的地方，空气里都飘着辣椒味，游客一到就被塔可跟沙沙酱包围，辣得满头大汗还停不下来，像中了辣椒魔咒。塔可这玩意儿，玉米饼硬得像在挑战牙齿强度，咬下去却香到灵魂出窍，里面的牛肉、鸡肉、辣椒，嚼一口就让人想站起来跳舞。不过辣度不是开玩笑，吃完一盘，嘴巴像被点火，隔壁桌的游客直接拿冰水当救命绳，结果越喝越辣，脸红得像个大番茄。龙舌兰酒更绝，一小杯下去，喉咙像被火龙喷了一下，喝完的人不是咳嗽就是傻笑，酒瓶还得意地说，欢迎体验墨西哥热情。玛雅遗迹也很猛，奇琴伊察的金字塔站在那儿像个沉默的大佬，游客爬上去喘得像跑马拉松，下来的时候腿抖得像在跳恰恰。坎昆的海滩则是另一招，白沙蓝还美到像滤镜开满，游客晒太阳晒到皮都换了一层，回去还能炫耀，看我的墨西哥限定肤色。第1名，法国，第1名当然是法国。哇靠，这个国家一年有将近1个亿的游客跑去，人数多到巴黎铁塔都快被挤歪了。法国就是那种随便呼吸都觉得浪漫的地方，游客拎着相机到处跑，恨不得把每个角落都装进手机，连路边的鸽子都觉得自己是模特儿。埃菲尔铁塔站在那儿，灯光一亮就像穿上晚礼服，游客挤在底下拍到手酸，铁塔估计都想翻白眼。喂，我每天站岗很累哎。白天看他就是个大铁架，晚上却变身夜店明星，闪得人眼花缭乱。卢浮宫更夸张，蒙娜丽莎挂在墙上笑得神秘，游客却挤得像抢便当，挤半天只看到画框还得自嘲，这笑容也太贵了吧。
结果出来还是买了一堆蒙娜丽莎冰箱贴，心甘情愿被坑。法国的法棍硬得像武器，咬下去咔咔响，嚼到最后下巴都想罢工，但香气又让人停不下来，配上奶油或红酒，幸福感直接爆表。鹅肝跟蜗牛则是贵族级享受，吃下去满嘴油腻，胃却忙着喊再来一盘。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甜子的像童话，游客跑去拍照，拍到手机烫手还舍不得走，连蜜蜂都懒得理这些疯狂人类。1个亿的游客挤进去，法国这个第1名用浪漫跟美食把全世界都拐跑了。好啦，咱们把全球最多人旅游的国家 Top 10数完了，赶快来个快闪总结。第10名泰国，3900多万游客挤去吃辣到喷火的冬阴功，夜市假货都抢手。第9名日本，4000多万赏樱迷啃寿司，厕所高科技到想打包。第8名中国，4200万爬长城吃火锅，辣的舌头跳恰恰。第7名意大利，4300万抢披萨，斜塔歪得像醉汉。第6名英国，4960万淋雨喝红茶，巴士红的像番茄。第5名德国，4960万灌啤酒啃香肠，啤酒节醉到裤子扣不上。第4名西班牙，7200万晒太阳吃海鲜饭，斗牛牛都喊累。第3名美国，7300万挤自由女神，大峡谷回音变 KTV。第2名墨西哥，7800万抢塔可，辣到满头汗跳舞。第1名法国，1个亿游客挤铁塔啃法棍，浪漫到单身狗都想哭。这10个国家各有绝招，挤进去的游客都笑着掏钱。想看更多内容，赶快订阅、点赞、按铃铛，下集更猛，咱们下次见，拜啦！